有些争议持续几个月已经足够引人关注，但如果一场围绕同一个演员的争论，从2019年一直延续到2026年，时间跨度长达7年，那么这件事本身就值得重新审视。肖战恰恰经历了这样一场长期争议，从爆红开始，他就不断面对外界截然不同的评价。有人认为他是流量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演员之一，也有人认为他的成功更多来自人气和市场，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演员基本功。其中，编剧汪海林的批评尤其持续。从2019年至今，汪海林多次表达类似观点，认为肖战的表演天赋和专业基础存在不足，甚至认为他能够走到今天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流量带来的红利。到了2026年4月，这类观点依然出现在公开讨论中。7年过去，观点几乎没有改变。可是，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细节却经常被忽略。汪海林针对的主要是肖战的业务能力以及流量行业现象，而不是他的个人品行。这两件事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。演员的专业能力本来就存在很大的主观判断。有人喜欢一个演员的表演方式，就会觉得自然、真实；有人不喜欢，就可能认为表演生硬、缺乏层次。更何况，肖战进入影视行业的时间并不算特别早。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从小学习表演，一路接受系统训练的科班演员。因此，质疑他的基本功，并不是完全没有讨论空间。真正值得关注的是，在长达7年的争议中，关于他的负面声音主要集中在哪里？很多争议围绕演技、资源、流量、粉丝文化以及行业生态展开。但在私下为人如何这个问题上，却很少出现能够真正站得住脚的严重指控。甚至连长期批评他的汪海林，也曾明确区分过行业批评和个人品德。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。因为一个演员演技不好，可以通过训练改变；镜头感不足，可以通过大量实践改善；台词不够成熟，也可以依靠时间和经验弥补。但是，一个人的待人方式、工作态度以及职业操守，却很难长期伪装。这些年，网络上一直流传着很多关于肖战的业内评价。有人说某位演员称赞他性格干净，有人说合作演员认为他非常专业，也有人分享所谓的片场故事，甚至把他描述成完全没有明星架子的艺人。这些故事听起来非常温暖，也很容易获得大量点赞和转发。但问题是，网络传播并不等于事实认证。如果一句话找不到原始采访，没有明确出处，也没有当事人的公开确认，那么它最多只能算作网络传闻，而不能直接当成权威评价。这一点尤其重要。真正有价值的并不是网友说了多少好话，而是那些能够被公开采访、正式活动或者可靠报道验证的评价。所以，与其不断重复那些无法确认来源的圈内美谈，不如关注真正有公开记录的合作反馈。而这其中，孔笙的态度就非常值得注意。2025年，正午阳光筹拍电影《德贤锦志》，肖战担任男主角的消息传出后，外界的讨论很快升温。原因很简单，孔笙对于演员的要求，在业内一直被认为相当严格。而这部作品中的人物，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偶像型角色。肖战外形条件突出，这反而可能成为问题。孔笙后来接受采访时曾谈到，自己一开始甚至觉得不想要这么帅的人。这句话乍听之下像是在否定肖战，但仔细理解，其实恰恰说明导演是在从角色出发考虑演员。如果一个角色需要的是普通、朴实，甚至带有生活质感的小人物，那么演员过于精致的外形确实可能影响观众的代入感。所以，孔笙最初的顾虑并不是针对肖战个人，而是角色与演员之间是否真正匹配。这反而让后续的变化更加值得关注。随着拍摄深入，孔笙对肖战的评价逐渐发生变化。在公开采访中，他曾提到肖战让导演感觉很舒服，也认可他的努力以及不断向上的劲头。对于普通观众来说，这可能只是一句评价。
但对于一个长期在剧组工作的导演而言，这句话的分量并不轻。因为导演每天面对演员的时间远远超过观众。观众可能只看到2小时电影或者几十集电视剧，但导演看到的是演员每天如何进入状态，如何面对修改，如何与工作人员相处，以及面对高强度拍摄时的真实状态。一个演员能不能吃苦，有没有耐心，能不能接受导演意见，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几年才能看出来。1个月、2个月，甚至几个星期，经验丰富的导演往往就能形成自己的判断。因此，孔生后来愿意继续认可肖战，甚至在公开场合提到未来如果有合适角色，希望再次合作，这一点比网上大量未经证实的夸奖更有参考价值。尤其是当一个导演愿意主动为演员提供更多学习和观察的机会时，这通常意味着双方已经建立了比较积极的合作关系。对于演员来说，外形变化从来不是简单的瘦一点、剪个头发这么简单。如果一个角色需要演员改变原本的明星形象，那么他必须愿意放下自己的外在优势。肖战为了角色剃寸头、减重15斤的相关话题也因此受到关注。为什么这种变化容易引发讨论？因为对于拥有高辨识度外形的演员而言，改变自己的外貌其实意味着主动放弃一部分明星光环。但角色需要什么，就去完成什么，这恰恰是职业演员必须面对的问题。当然，改变外形并不意味着演技自动变好，减重也不能直接证明一个演员具有天赋，但它至少能够说明一种工作态度，为了角色，演员是否愿意付出具体行动。这和单纯在采访中说我很努力是两回事。其实未必。如果汪海林评价的是肖战早期表演存在不足，那么这个观点完全可以讨论。一个演员在职业生涯初期表现不够成熟，并不是什么不可接受的事情。真正值得争论的是一个人有没有变化。如果一个演员7年前和现在完全一样，那么批评自然可以持续。但如果一个演员在不断学习，尝试不同角色，接受不同导演要求，那么观众也应该允许他成长。演员并不是一件一经出场就永远固定的产品。有人天赋高，起步快，有人起点普通，却靠长期训练慢慢追上。最终决定一个演员能走多远的，不只有天赋，还有自我要求、职业态度和持续学习的能力。因此，比起争论肖战到底有没有天赋，或许还有一个更加值得讨论的问题：他这几年到底有没有进步？这个问题应该交给作品，而不是交给粉丝，也不应该只交给批评者。娱乐圈最容易陷入的一种思维，就是非黑即白。喜欢肖战的人，希望所有人都承认他优秀；不喜欢肖战的人，则可能希望证明他的一切成绩都来自流量。可是，一个真实的演员，本来就不应该只有2个答案。你完全可以认为肖战还有需要提高的地方，同时承认他的职业态度不错。你也可以认可他的努力，却不认为他的每一次表演都足够优秀。这2种判断并不矛盾，甚至可以说，这才是更加成熟的评价方式。真正值得观察的是一个演员能不能把外界的争议最终转化成作品。如果未来他还能不断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，继续接受严格导演的要求，并且用新的作品证明自己的变化，那么7年的争论自然会逐渐失去意义。因为观众最终记住的，从来不是某一次网络争吵，而是一部又一部作品。回头看这场持续7年的争议，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。汪海林的质疑更多集中在演员能力和流量逻辑上，而与肖战真正长期合作过的人，他们的评价则更多涉及工作状态、相处方式和职业态度。这2条线并不冲突。肖战是不是天赋型演员，可以继续讨论。他的演技有没有达到所有人的期待，也可以继续争论。但是，一个演员能不能在长期合作中保持基本的职业素养，却是另一套评价体系。
而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孔生的公开认可会比那些